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在 Windows 上安装 VS Code，并设定成可以开发成 Python 专案的编辑。在安装之前，首先你的电脑必须使用 UV 已经安装好不同版本的 Python 指引。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 VS Code。VS Code 是Microsoft 就是微软它所开发并且公开源码的一个免费的程式码编辑。它的全名是 Visual Studio Code，那我们通常称呼它为 VS Code。我们可以首先打开我们的 Google 浏览器之后，在 Google 浏览器上面直接打 VS Code。当你按下 Enter 之后，你就会发现 Google 它把你带到了 Visual Studio Code 的这个官网，也就是 VS Code 的官网。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串很大的黑色的字，它写的这个 VS Code 它本身是一个Open Source AI Code Editor，就是它是一个开放源码的编辑器。那我们要如何安装呢？首先在正中央的地方，你会看到有一个黑色的 button 叫 Download for Windows，因为它会自动侦测你本身的电脑平台。它现在本身也支援Linux 跟 Mac 的平台。因为我们要安装在 Windows 上面，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滑鼠移到 Download for Windows，按 Enter，它就按 Enter 之后，它会进入到下一个页面。那这边就包含一些介绍，包含最新的版本是1.3，还有它的一些新的规范。当你按下去之后，在几秒钟内，它会自动进行下载。因为讲师这边我已经完成下载，所以我们就不在这边再重新进行下载了。那你下载完之后，回到你的下载的资料夹里面去看，你就会发现说，在你的下载资料夹里面有一个叫做 VS Code User Setup -X64 的这个应用程式，我们双击它开始进行安装。那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在下载 VS Code 的时候，尽量从它的官方网站，就是我们刚刚开启的这个地方进行下载。假如你是从第三方网站下载的时候，有可能会下载到过旧的版本或者不安全的安装档，所以尽量官方的版本为主。那它安装的第一个画面本身是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ode，也就是 User 安装程式的一个授权合约，我们要点选了，我同意 Agree，进行下一步。在所有的安装过程中，我们其实都是可以使用它的预设值。再点选下一步，那这边它就是跟你讲你要安装的功能资料表叫什么。它的预设是 Visual Studio Code，我们也是下一步。然后在这个页面，它要选择的是，我们可以选择附加的工作。第一个，你可以点选建立桌面图示，那它在安装完成之后，就会把这个 VS Code 建立一个图示，并且把你放在桌面上。那比较重要的是下面其他的这个，将 Code 开启加入 Windows 档案总管档案的操作列表中，还有以 Code 开启的动作加入档案总管目录的操作功能中。这两个我们都可以把它加起来。然后第三个是针对资源的档案类型，将以 Code 注册为编辑器。这样子的话，当你在开启程式码的档案，例如说.py 或者.go 或者.rust 的档案，还有.java 档案时，它就自动会以 VS Code 为预设的编辑器，自动把它开启。最后一个选项加入 paste 的原因是，假如我们把这个地方打勾，当你在安装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在 Terminal 的视窗，例如说 PowerShell 里面直接打 VS Code，它就可以自动把 VS Code 给呼叫起来。我们就点选下一步。
最后这边就是确认你要安装的资料夹、安装的功能资料表名称，还有附加的所有功能，选安装，它就开始进 VS Code 安装到你的电脑上。那它其实的速度蛮快的，因为它就是把压缩的档案压缩完之后，直接漏到你本地端的电脑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安装的速度其实蛮快的，然后它正在更新系统的部分。那安装完成之后，它就跟你讲说，按完成就可以结束安装程式，并且它会自动帮你启动 Visual Studio Code，也就是 VS Code。我们把它按完成，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自动帮你把 Visual Studio Code 给开起来。那这边它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在用你自己的 Gmail 或者是 Apple 的账号，或者是 GitHub 的账号去登录。那当然，假如说你只是在本地上开发，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不用去注册的，我们就按 Continue without sign in。然后这边选择的是 VS Code 它预设的显示的就是 Len，也就是它的页面设计。那现在一般来讲，在城市开发人员很多人都比较喜欢是黑色的页面，就选择预设的 Duck 2026这个。这个作为它的本身的面板的设计，就直接按 Continue。然后这边是包含说，假如你在开发 VS Code 的时候，你想要载入一些 AI agent 的部分，你可以自行去。我们都先使用预设值，然后我们就直接点选 Get Start。然后现在各位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整个 VS Code 的部分，这就是整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它的左边这边是一些功能表，包含你可以，这是 Explorer，你按下去之后可以在这边开启资料夹。然后第二个是搜寻，就是搜寻整个资料夹还有你整个档案的内容。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个部分 Source Control，这个是配合GitHub 或者是 Git 进行版本控制。那第四个，你就可以执行你的 code 里面的执行它的 run 或者进行或者 debug 的功能。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第五个的这个 extension，在 extension 里面，它提供了几百提供的上千个 plugin，这个很多本身是由 Microsoft 开发，或者是由很多的城市开发者进行开发的。那我们在这边，因为我们要开发 Python，所以我们第一件事要先把 Python 需要的这些 extension，就是扩充功能给安装起来。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打字去选择你要安装的 extension。假如你要安装的是 Rust 的部分，可以打 Rust，它就会把跟 Rust 相关的所有的这一些 extension 都搜出来。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发的是 Python，所以我们就打 Python。那预设来讲，我们第一个要装的是 Microsoft 的这个 Python Language 的 support，我们就在这边把它点选一下 install，它自然就会在网络上把这个extension 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然后安装到你的 VS Code 上面。然后在第二个，我们待会要安装的是 PyLens。就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很棒的 extension，因为它提供了一些语法提示啊、自动完成以及 Python 自动的性别检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安装。因为我们安装 Python 的时候，它自动就会把 PyLens 一道给安装起来，因为它这两个东西都是用 Microsoft 的一道设计完成。对，那第三个，假如你有在写Jupyter 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notebook。
的那个 Python code 的话，你也可以在这边把 Jupyter 安装起来，就一道把它安装起来好了，就打 Jupyter，这边就一样按 install，它就自然会把这个 Jupyter 的这个 extension 安装起来。那每个 extension 在安装的时候，它都会跟你这边都会有所谓的 detail feature 之类的，你都可以进去看。那在台湾，因为我们是繁体中文，所以其实还可以去选择一些 language pack，就包含中文界面的。我们现在选择中文繁体界面，我们将把它安装起来。那当上面的这个都跑完之后，就代表你的所有的程序，就是我们刚刚预设要安装的东西都安装起来。那在这边，假如你把上面的社区这个地方全清掉之后，当最上面这边就会列出来有一个我们已经安装的部分，包含我们刚刚安装的中文的界面 Jupyter，还有 Jupyter 相关的一些这种帮你装，还有 PyLens、Python 都帮你装起来。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 PowerShell 上面，我们现在先去开启一个，我们先建一个档案，待会用来做专案开启的部分。先切到个人的资料夹上面，我们去建一个档案建一个资料夹叫做 Python Demo，然后切到 Python Demo 之后，我们使用 UV Python in 3.12，把3.12设为这个资料夹预设的值域。那建完之后，我们可以使用 UV run Python -version 看一下这个资料夹现今来讲是不是给的3.12，确认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回到 VS Code 上面，我们点选这个 Explorer 这个地方，我们去把那个资料夹给开启。我们刚刚是放在个人资料夹上面的这个 Python Demo，就选择这个资料夹把它挂进来。那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发，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都设为未来开启的时候都把它设为是行政资料夹，把它 trust，再把这个视窗给关掉。然后现在我们第一件事情在这边，我们先建立一个最简单的 Python 的档案，我们就把它命名叫做 hello.py。然后在这边我们就打出 Python 第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 Hello World，只要一行就好了。我们可以使用 print，然后再给一个小括弧打 Hello World。打完之后，我们把这个档案进行档。档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按右上角这边有一个执行 Python 的部分，我们就直接点这个 Run Python File，然后就会在最下方的这个 Terminal 这边看到它输出了 Hello World，那就代表这个整个 VS Code 的编译器，我们现在跟 Python 是连接起来。那现在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 Python 知道说，在这边我们现在是使用哪个版本呢？其实在这边你如果直接点这个点 Python dash version，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使用的是 Python 3.12的版本，就是我们刚刚使用 UV 把3.12挂到这个专案资料夹里面。
到这个地方为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在 Windows 上安装好 VS Code。第二个，我们也透过了 extension 安装了 Python、PyLens、Jupyter 这些基本的扩充功能。再来，我们也用了 UV 在个人资料夹里面开了一个 Python Dash Demo 的一个专案资料夹。然后现在我们用 VS Code 去把这个专案资料夹给开启，并在里面撰写了一个 hello.py 的档案。而且在执行完后，我们确实看到了真实的输出，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确定 VS Code 现在是在你的电脑上是完全可以执行，并且和 UV 的整个 Python 的版本控制系统整个是连接。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要教各位的如何在 Windows 环境上面安装所有 VS Code 的课程。